有个快70的老阿公叫 Richard Sutton， 他可不简单啊，强化学习之父，新科图灵奖得主，还写了一篇超有名的文章，叫《苦涩的教训》。现在 AI 圈大部分人都在追什么呢？最新技术，最夯的方向，大家都跟风嘛。但 Sutton 这个人很特别，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他会直接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哪些努力根本是白费力气？这种反思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嘞，因为这等于在说很多聪明人花了几十年做的事情，搞不好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苦涩的教训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他敢直接挑战整个行业的惯性思维。更有趣的是什么？现在 Sutton 好像又开始在否定他自己了，所以我想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苦涩的教训到底在讲什么。还没读过的朋友真的建议去看看，看不懂的话也可以用大模型一点一点帮你理解。文章的核心观点超级明确，在 AI 领域，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那些充分利用计算能力可以无限扩展的通用方法，最后一定会赢过那些靠人类知识专门为某个领域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很玄吧？别急，我帮你白话文翻译一下。Sutton 发现啊，一开始研究人员超爱把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直接塞进 AI 系统里，像早期的围棋 AI 会加入一大堆人类棋手的定式和策略，语音辨识会手写一堆规则，教 AI 怎么认语音，电脑视觉也是手动提取什么颜色啦、形状啦这些特质。这些方法刚开始效果通常不错，毕竟用了人类专家的智慧嘛，但很快就会碰到瓶颈了。为什么？因为它依赖人类知识，而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复杂的，有时候还会是错的。而且这些方法根本跟不上计算能力的指数级成长，扩展性超差。但经历过这段痛苦期之后呢，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通用的学习方法。这些方法不依赖人类预设的知识，而是透过海量的计算和资料，自己去发现规律。我们很熟的 AlphaGo 就是个好例子，它靠深度学习模仿人类棋局。后来的 AlphaZero 更厉害，前催完全靠自己跟自己下棋，用强化学习，水平直接超越前辈 AlphaGo。但这篇文章为什么叫苦涩的教训？因为它揭示了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真相。第一，人类研究者的价值被削弱了。AI 研究者以前引以为傲的专业知识、精妙的演算法设计，最后可能比不上简单的通用学习演算法。讲白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在爆发式增长的算力面前，可能真的微不足道。第二，我们对智能的理解要改变。以前总觉得智能是关于理解、洞察、知识，但 Sutton 说，真正的智能其实是让机器自己去学习和搜寻。我们试图把人类思维强加给机器的想法，反而是更没效率的做法。第三，我们总是低估通用方法的威力。很多人无法想象，一个简单的演算法在海量资料和算力的支持下，居然能冒出这么惊人的能力。换句话说，在 AI 发展的某些阶段，人类知识确实能带来短期优势，但只要计算能力继续增长，这些优势最终都会被通用方法碾压。很多 AI 研究者会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就是因为被短期成功诱惑了，忘记算力的指数增长会改变一切。所以 Sutton 认为 AI 研究者应该停止把人类知识强行塞进系统，我们该做的是开发那些能随着算力增长而不断进化的通用方法。什么是通用方法？最常见的就两个，搜寻和学习，像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这类。不过具体不懂也没关系，重点是要专注打造好的底层方法，让机器自己去学，而不是你教它怎么学。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按照这个标准，大模型根本就是苦涩的教训的最佳代言人嘛。它的逻辑超简单，学习所有文字资料，然后不断预测下一个词。这方法很通用，扩展性超强，只要有够多的资料和算力，大模型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部分人现在都觉得 AI 问题已经全解了，只要继续扩大规模、扩大资料， GPT-6、GPT-7 出来，智能就会无限接近人类，甚至超越人类。这种乐观情绪在今年达到巅峰，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 benchmark 被刷新，新能力被解锁。很多人开始相信，通用人工智慧可能只是时间和算力的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 Sutton 站出来说，等等，你们可能又走进死胡同了。这让人开始怀疑，会不会我们需要一个更苦涩的教训，来反思之前的苦涩的教训。